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确认出席微博之夜，1年2部热剧，事业型的女人太有魅力了。3月25日，粉丝们将迎来疫情后的首场娱乐狂欢，而我最期待的杨紫今天也正式官宣将参加微博之夜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杨紫主演的《沉香如碎》和《余生请多多指教》都是热播，而我对她的喜欢也是从《余生多多指教》开始的。这种喜欢跟她的颜值和明星地位无关，而是跟她的清醒有关。没有绯闻，活动也不多，但只要有作品就是精品。每次出场，她都强调希望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，让粉丝感受到她的诚意。与很多演员不同，杨紫是在聚光灯下长大的。我们认识她的时候，她是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学霸小雪，也是《孝庄秘史》中小时候的宛如。但即使她年纪轻轻就成名了，来自八方的批评也没有放过她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很多人开始攻击她的长相，说她是普通女孩，说她整容，还有很多恶毒的言论。我一直觉得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作品就是与观众最好的对话。至于其他的，不宜议论，过分赞扬，过分诋毁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无端的恶意，有些人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无心的言论会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，并且还有一些人以公众人物的身份来供大家欣赏或者讨论。我觉得可以商量，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伤害。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们，本来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可悲的是，我们似乎不能满足于自己的角色，总喜欢跳出自己，把矛头指向别人。你可以认为他的作品不好，也可以认为他的演技太烂，但如果要评论他的身材和颜值，还是要慎重。演员只是一种职业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演技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与你我无异。就像在工作中，如果甲方或者你的老板批评你工作没做好，那是可以接受的，但如果上升到个人，那肯定是错误的。一路走来，杨紫也并非一帆风顺，经历了很多至暗时刻。采访中，她讲述了开拍前1天被换角色的经历，和妈妈收拾东西半夜离开片场，边走边哭。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发生过，她也曾试图找人把自己从黑暗中拖出来，但后来发现能做到的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感觉她每次讲话都有话要说，一点都不空洞。看得出来，她在拍戏之外真的成长了很多。外貌固然重要，但不能成为一个女人、一个演员的全部，更不能成为被攻击的理由。清爽干净，穿着得体，只要自己喜欢就行，请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当然也不要对别人要求太高。喜欢就多看作品，不喜欢就别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我比较喜欢杨紫，但我不是那种在乎艺人细节的粉丝，只需要看她每次出现状态都好，一直有工作就行。2022年，杨紫已有2部热播剧，还有1部女主大剧《长相思》待播。即便如此，在参加春晚时，她还是表示希望新的1年能住在剧组。我觉得她真的很喜欢演戏，她的努力让很多人都自惭形秽。有时候下班累了想写点什么，但总是拖拖拉拉。我想，已经有成就的人还那么努力，更何况是我呢？我们是普通人，过着普通的生活，我们抱怨很多事情，比如工作、房价等等，但其实在抱怨之前，我们并没有做到最好。我们看到的只是星星闪耀的一面，却似乎对背后的压力视而不见。这个不用担心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其实很简单。无论您从事什么职业或以什么为生，都无关紧要。你对生活、工作、婚姻没有选择，你知道的。你本来有很多选择，却害怕某个选择背后会承受什么，所以才一步步把自己逼到墙角。只是因为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放弃。成功的人不是遇到质疑，而是没有在质疑中放弃努力。就像杨紫，虽然很久没有拍戏了，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演戏，这也是她今天的样子。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现实的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可以交换的东西，是不可能有机会的。天道酬勤自助，一切的前提都是努力。
一直不是追星的我，最近喜欢上了杨紫，因为她的风趣和努力。很多艺人在采访中都表示，杨紫就像一个小太阳，可以给身边的人带来活力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人，也很羡慕他们。他们可以分配给他人，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能量，而这种能量需要学习和积累。我们看一部戏剧，或者喜欢某个艺术家，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。诚然，我们不能因为喜欢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但我们会提醒自己，我们仍然有可能因为喜欢一个会发光的人而变得更好。偶像存在的意义，大概就是让我们看到一种憧憬，一种理想化的模样，然后不由自主地追随他们的脚步，继续前行。希望比生命更重要，因为只有不放弃希望，生命之河才会流淌，才不会是一潭死水，没有任何期待。当然，偶像其实可以是任何你喜欢的人，明星也好，作家也好，科学家也好，普通人也好，只要你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即可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平行世界遇到了一个伙伴，你们没有交集，却可以并肩前行。你们奔向不同的地方，过着不同的生活，却总在某个时刻感受到对方对你说的话，要振作起来。事实上，杨紫的少女脸成了她事业上最大的雷区。这几天，网友和明星在一起的照片在网络上铺天盖地。网友明明平庸，却凭借高超的 P 图技术，让自己比明星还美。小头小脸拉腿皮肤美白直角肩操作猛如虎，开心的提个芭比娃娃。可惜 P 图技术再好，难免露脚。其实大众并不是反对 P 图，而是痛恨过度 P 图。一张无瑕疵的照片与真人无关，这与诈骗无异。当然，女明星也不都是天生丽质美如天。这不，国民闺女杨紫陷入了外貌争议。当杨紫宣布参加微博之夜时，不友好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有博主讽刺说，当杨紫确认出席微博之夜，就注定了整个春天的画面都是白 P。评论区的暗讽更加显眼了，有的晒出了杨紫的丑照，说她头好大，脖子好粗。一直不赞成大众对女明星长相指指点点，但如今杨紫的脸和身材真的要靠高修图了。实际情况是，实际的人不仅最有效，而且最有效。实际情况是，您可以找到很多人，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无法得到很好的交易，只是精修照片再完美，也会露出痕迹。这张站在柜子前拍的照片看起来很日常，但仔细看就会发现柜子的线条是歪的。显然，这张照片要么是用大滤镜拍摄的，要么是修图过度，以至于修图师忽略了物体的原始形状。杨紫在元宵节放出的照片更是面目全非，整张脸极度不自然，丰满的嘴唇，还有肿胀的苹果肌，和打了玻尿酸的蔡明有几分相似。摄像头靠得近一点，僵硬感更明显。不知道修图师是不是没救了，只是把照片模糊了，不让观众看到。更要命的是，明明是同一时期的照片，你会发现杨紫每张照片都是一样的。她时而鹅蛋脸，时而瓜子脸，让人永远记不起她的真实面貌。杨紫在高清镜头前和工作室发布经修图前的样子，永远是两副模样。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实景，一袭粉红色碎花连衣裙，肉眼可见手臂和肩膀肉肉十足。但是整理出来的照片又瘦又高，直角肩也很明显，美的仙气一般。春晚的镜头下，杨紫的下垂线条明显，高挺的鼻梁和一动不动的苹果肌显得很不自然。当镜头侧面特写时，她的下巴突出了一块，而且是蛇脸。粉丝放出图，不过是经过高度去皮美白，以掩盖杨紫的台词。然而镜子里，她的脸型轮廓完全大于原型。在一年的微博之夜中，杨紫微调的照片修得很用力，整个人都瘦了。其实她的现场生图虎背虎腰，脸上肉肉也很丰满。直播镜头中的杨紫更是露出了僵硬的表情，一点表情就好像要把脸撕裂一样。有时候这个小袋子会沉一块。在之前的电视剧中，她下巴处的凹陷更加明显。不得不说，杨紫真的很可惜，起点很高，但一手好牌却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在90后小花中，杨紫的国民度是最高的。当了一部《家有儿女》，为杨紫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清楚了解您要寻找的是什么。按照杨紫原本的美貌，绝对不能走大美女路线，走演技派就够了。那些年，她还参演了《卫报爸爸的家》《决战长沙》等影视剧，口碑都不错。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，《欢乐颂》为杨紫的事业再添一把火。平凡而普通的邱莹莹，给无数底层女孩一种强烈的代入感。这个角色也让杨紫获得了白玉兰奖和金鹰奖的提名。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。真正的欢乐颂，杨紫变身各种流量剧，《心爱的人》《我的毛克利男孩》《女心理学家余生》，请多多指教沉香如屑等。杨紫的演技虽然过得去，但是这些剧都是没有口碑的空流量。为了迎合流量，杨紫也开始营销美颜，只要她出现在任何活动现场，团队肯定会给她买一件杨紫好美或者杨紫 XX 礼服上热搜，然后配上几张精美的照片，粉丝再配一波营销。其实这些年，杨紫的人气一直很好。一家人的滤镜，再加上本身黑料不多，号称国民千金。但如今的杨紫，路边风正在急速下滑。一个原因是30岁的杨紫一直吹的是演技好，却没有一部能拿奖的作品。另一个原因是美妆营销过度，用微调的画面骗大众。说实话，杨紫的营销手段太差了。团队对杨紫自身的美貌没有任何意见。实际情况是，您可以找到很多人，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无法得到很好的交易。如今的杨紫颇有一丝中年危机的迹象，公司依然沉迷于偶像剧，就算想变身也难。如今的她面目全非，根本经不起高清镜头的考验，而她自己也放不下影像，注定只能活在人流中，戏剧中过滤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